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先来回想一下。等一下，你先说你为什么断更这么久？我们来回想一下，就是你身边是否有过一个特别黏着你的朋友？所以你为什么断更那么久？这是因为，就是这样。这个解释还算很合理。所以你身边有没有特别黏着你的朋友呢？女朋友算不算？你有吗？你有吗？你有吗？好像有，也好像没有。行，你没有。啊，是吗？我的意思的话是说，比如说上学的时候，不管是去学校还是放学，又或者是选课的时候，不管什么事情都会跟着你，任何事情都会跟你过问一遍。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朋友？对，这样的朋友还是蛮常见的。是吗？那么如果他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患有我们今天要说的一种人格上的障碍。这种人格障碍的话叫做依赖型人格障碍，在心理学上它属于 C 类的人格障碍。所以说什么是 C 类人格障碍呢？所谓的 C 类人格障碍是主要以焦虑和恐惧作为特征的人格障碍。C 类一共有3种人格障碍，其他2种我们以后也会说得到。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光是听名字大家也能知道了，这种就是几乎没有自主能力的人格障碍。这种人格障碍的特点就是患者会有一种过度的想要被他人所照顾的一种需求，同时这也导致了一种对他人的顺从以及依赖，并且害怕和别人分开的一种心理状态。每当他们遇到生活中一些需要选择的时候，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他们都会需要其他人给他们做出一些决定，而不单单只是做出一些建议罢了。对于正常人来说，我们平常要做决定的时候，也会找一些朋友来商量一些大事，比如买不买、吃不吃、分不分。朋友给的一般建议都是买、吃、分。不过对于有依赖型人格障碍的人来说，他们需要提出的问题可不只是这一些而已，小到包括需要告诉他们需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你穿秋裤啦。甚至是需要吃什么样的饭，找什么样的工作，这些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事情都需要别人给他们做主。而那些比较大的事情的话，比如说去什么地方居住，或者说要和谁结婚，这些重大的决定他们也会需要其他人反复的给他们做出决策。由于他们有这种对他人极度依赖的需求，他们通常会在生活中表现得很懦弱，会降低自己的姿态，并且不太可能会去表达愤怒，尤其是对那些他们很依赖的人，因为他们极度害怕会失去对方，从而陷入没人照顾自己的情况。所以即使他们所依赖的人，包括他们的配偶或者说是家人，对他们实施暴力的时候，他们也会尽量的去忍受这些暴力。所以这也导致了很多那些家庭暴力的事件发生，就是因为对方他知道你需要他，离不开他，所以他反倒得寸进尺，愈演愈烈，变本加厉，更上一层楼。还有就是一旦他们所依赖的人离开了他们，他们就会迅速的寻找下一个目标，可以说是空窗期极短，可谓是走出失恋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对，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寻找下一位对象的时候，通常不会去考虑到对方是不是够好，或者适不适合自己，这也导致了他们每段新的关系可能都不太好，但是呢，他们也都会尽量去忍耐。可谓是为了将就而将就，为了凑合而凑合。世界上大约只有 0.5% 的人患有这种人格障碍，当然这个数据也并不准确，因为患有这种人格障碍的人通常也不会去主动的去寻求医生的帮忙，他们不太容易察觉到自己有看心理医生的需求。但是呢，患有依赖型人格障碍的人也极大概率同时患有其他的心理疾病，包括像是抑郁症、焦虑症，又或者会同时患有其他型的人格障碍，就比如说我们上一次说到的关于表演型人格障碍。那么关于表演型人格障碍就在这里啦。在 DSM-5 里面有几条是用来诊断患者是否有这种人格障碍的指标，我今天的话也会来说几个。什么是 DSM-5？ 好，错。DSM-5 的话就其实就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圣经吧。那么其中几条指标的话是这个样子，像是患者是否很难在独立的情况下做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选择，是否会害怕因为失去别人的支持或者赞同而导致不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没有什么预兆，是否也会因为过分的担心自己会被别人抛弃，以及就是是否会为了获得别人的支持而去做一些自己不情愿做的事情。这些只是其中的几条指标而已，即使说你觉得自己的朋友或者说你自己对这几条指标都中了，那也不代表说你真的就有这种依赖型人格障碍。不过如果你怀疑自己或者说你的朋友的确有这种依赖型人格障碍的话，那么也是建议你直接去寻找专业的医生来寻求帮助。所以这个依赖型人格障碍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它是先天呢还是后天？目前关于这种依赖型人格障碍的研究还比较少，所以说它的起因还不得而知。但是呢，比较普遍的一个观点是，幼儿时期父母的溺爱导致了这个小孩没有培养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格，而这样长大的小孩在学校中也是一直依赖的同学以及老师，也就更容易导致了以后可能会出现的这种依赖型人格障碍。
而且这样子往往还很容易成为被霸凌的对象。对，他们这种寻求保护者的行为，正是代表了他们自己内心觉得自己很没用的一种心理状态。所以在实际治疗过程中，会比较注重心理方面。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依赖型人格障碍是由他们的悲观和焦虑的想法所引发的。他们所害怕的就是担心没有人可以照顾自己，所以在治疗中通常会试图去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可以从一些小的事情开始做起。